挨大井炮口大開，發表音樂領域重要講話。首先，他提出某中字頭樂團思維太僵化；其次，他批評中國球迷罵街水平有待提高。隨後，他認為我國音樂水平分布嚴重不均。他強調中國無好歌，全因漢族無音樂。各位油管的觀眾，大家好。小說這一期呢，我準備給自己解釋解釋為什麼這個事業這麼多年很失敗。不光是我啊，因為大家說我們那個流行音樂圈，然後沒有好作品，新人也很少，这個新陳代謝很慢，鬧了半天還是幾張老臉，等等等等吧，創作力也枯竭。不給大家提供好音樂，這個我必須得解釋一下，這個真不是我們那個不努力，是因為咱們這民族骨子裡頭沒有這細胞，所以這真不是我們的問題。這老祖宗害人，自古以來就音樂家没地位，也不受尊重，所以也没有人想去做。你到西方看，這兒一雕塑柴可夫斯基，那兒一雕塑莫扎特、巴赫，到處都是音樂家塑像。你到中國一看，好像中国从来沒有給音樂家塑過。木匠倒有，魯班，你看這兒有一木匠特厲害。所以這音樂家毫無地位，因為我們歷史的課本裡從來沒教過說我們歷史上有什麼偉大的音樂家，然後我們樂器也沒有，人家那兒排出60多人，然後各種吹拉彈。我們這兒啥也沒有，就一板兒，噼里啪啦就說了。然後胡呢？胡什麼意思你知道吗？胡就是外國人的意思，胡人。所以那個胡琴，它就是一外國樂器傳進來的。二胡肯定是一特二的一外國人，所以高胡特高一外国人。琵琶这俩字儿，除了當這樂器講，就沒任何別的意思，所以它是個音譯過來的一個詞兒，就是它肯定是一個外國東西。只有到了邊遠的邊疆才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就是琵琶跟葡萄酒都是外國來的，所以又沒樂器又沒有好的音樂傳統，又没有尊重音樂家的這個音樂家的地位始終又很低。始終就沒有被排名過，所以也不知道排哪兒。就寫詩特厲害，寫詩的人都是千古傳頌的，就寫詩的。然後音樂這個，而且到了宋詞，那就是唱的其實就是旋律，有旋律的那個詞牌跟曲牌，原曲的曲牌本身就是旋律，所以虞美人肯定是一特好听的一曲子，不然你像那麼多人往裡填詞兒，說明它好聽啊，肯定是一流行歌，所以虞美人可能填了幾萬首，傳下來到現在至少有幾千首，可是怎麼唱忘了。那麼好聽的旋律你怎么能給忘了呢？就剩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改念了。蝶戀花肯定是一特好聽的一曲子，而且它肯定特別有意思在哪兒？因為它有3個詞牌，差不多長短都一樣，只是平仄不一樣，一個叫蝶戀花，一個叫雀踏枝，一個叫鳳西梧，其實是一個意思啊。蝶戀那花，雀踏在枝上，鳳凰吸在梧桐上。這3個連起來讀的時候，你會發現它可能是個套曲，原來，而且很好聽。音樂這東西本身就是，我覺得老天給全人類的恩賜，就其實已經跟文明程度，其實跟進化論都無關了。說進化到什麼程度才有音樂？因為你看到最發達的，比如歐洲和最不發達的非洲一部落，或者太平洋密克羅尼西亞一小島上，大家音樂都一样，包括中国，都是440赫茲震动，那个 C 調都那頻率都一樣，而且都是1、2、3、4、5、6、7，然後又1、2、3、4、5、6、7啊！我先糾正一下啊，我不知道誰那個老說中國以前只有5聲，只有1、2、3、5、6。就哆來咪嗦拉，宫商角徵羽，沒有發跟西，不是，有，不但有發，而且有升發，就是有升 F 調，就是它叫變支，啊，或者叫潤支的時候就降半個音，所以都有，而且跟西方一模一樣。8000多年前，山東墓裡，8000多年前的墓裡挖出來的仙鶴腿骨，上面鑽7個眼，
吹出来，但是那吹很怪，那得45度角以特怪的方式吹出来，那音跟几千年前在德国的墓里挖出来的鹰腿骨钻的那7个眼音高是一样的，所以说明老天很公平的把这东西给了大家。不論貧富，也不論社會發展階段，馬克思也沒想出來為什麼生產關係、生產力的這個這麼推進，音樂反而大家都一樣，很公平。可是為什麼大家都公平的獲得了這個上帝給的美好的東西，人家怎麼就能弄得不管是非洲的、歐洲的、美洲的，都弄得那麼豐富多彩，各種音樂，怎麼咱們就成這樣了？我就覺得特別奇怪，而且節奏感極其差。你要去西方體育場了，你看人家看球，人可以這樣，全場10萬人可以齊的，全齊。中國隊加油，高曉松下課，誰誰誰牛逼，誰誰誰傻什麼，永遠就這一種節奏。我曾經試圖指揮大家說，咱能不能空半拍，咱就中國隊加油，中國隊加油，就這節奏。試了3個人都不行了，別說3萬人啊，3個人到第2下又變成中國隊加油，又還是這樣。這是個什麼節奏呢？當當當當當當了一個當了一個當了一個當，這就是秧歌，其實就是當了一個當了一個當了一個當，中國隊加油，當了一個當了一個當了一個當，親愛的慢慢飛，就是說明我們漢人就會這一種節奏。而且你說從前春秋時期，我估計很好，那時候大家也愛情也自由啊，性也開放，詩經正位之風很糜爛，然後大家也都是唱的，所以詩經你看起來很多疊字很好聽，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什麼，那後來怎麼就成這樣了呢？誰幹的呀？孔子起了很壞的作用嗎？還是董仲舒起了很壞的作用，說只遵儒術？那儒術裡就認為這個雖然有樂經，但是樂經也不知道怎麼寫的啊。我說的樂經不是那樂經，是那音樂的樂那個經，然後其他的經大家都研究的那《山海經》都研究透了，然後《易經》就是那樂經怎麼就沒人，可能因為說出來不好聽這樂經，然後於是就沒人研究什麼樣的，最後整個文化傳統裡，我們這血液裡就沒有留這個血基因就沒有，最後我們學樂器，漢人學樂器就跟學數學似的，說哦這一升降號。我這地方哦是什麼調的？算了半天說哦 A 小調，哦 A 小調和 C 調是哦這樣的，然後就完全當數學學。我親眼見過維族兄弟就抱一把吉他，從那個說這什麼玩意兒，到乒了乓啷過1小時就他唱起歌來了。而且我見到很多黑人樂手根本就不識譜，他根本不知道這個小疙瘩什麼這算數怎麼算的。他就聽着這音，他就覺得特好聽，他就這麼彈。漢人拿這東西當數學學，人家是直接血裡流着這東西就能感受到這個玩意兒。我給你講一特逗的例子，我請中央樂，咱不說人家傳名字了吧，那也不太好。反正就是中國最好的合唱團，然後給我錄音，錄音就唱後邊伴唱。就唱到一個地兒拉哆啦，那個音是拉哆啦，那個唱的可能是，就唱的好像也是拉哆啦。後來我說你們能不能給我唱一個帶點，別那麼準，拉哆啦。我說能不能帶個起拍，拉哆啦，就是不是有勁兒嗎？不行，所有的人整齊的都不行，就到那兒我說來拉哆啦，不行，到那兒拉哆啦就是特準，而且節奏。我在那個譜子上給他們寫了一個1/8拍的，然後就所有人都特別準的唱拉哆啦就來了啊，你就瘋掉了，你知道？你要讓他人即興，簡直就是就瘋了。可是漢人對文字能力7步能成詩，即興就能把這詞兒填進去，說明我們的作詞的能力是作曲能力的10000倍。
就是能寫出1萬首漂亮的詞兒，才能寫出一個好聽點的曲子，並且曲子還是失傳了，還不知道怎麼唱。所以我那時候老在行業裡說，我說咱們乾脆別作曲了，你讓一大堆大手挺好的作詞，林夕、方文山，然後在特蹩腳的那個旋律裡写那個特別優秀的詞兒。我說你看人家鄧麗君那時候就唱日本旋律或者歐美旋律挺好嗎？然後就往里就填點中國詞兒，填得很好。四大天王那会兒，一人1年出4張专輯，2張國語，2張粵語，就直接拿外邊曲子往里填。大家都說：“哎呦，不行啊，我们要原創啊，我們民族的文化呀什麼。”我說这音樂好像不是咱們民族的文化，不然咱歷史課本裡為什麼不寫這事兒呢？歷史課本為什麼寫畫家呢？為什麼寫木匠呢？為什麼每一個詩人在歷史課本都寫呢？為什麼歷史課本裡就從來不教給我們的年輕人說我們古代有過偉大的作曲家呢？所以說明它不是我們的文化呀，根本壓根儿就啊，中國人覺得什麼東西拿錢買都是應該的，書、畫等等建築，就覺得音樂憑什麼要花錢聽啊？然後電影他覺得應該是花錢看，書覺得應該，他網上看他覺得不好，沒有墨香，你非得花20塊錢買本書。可是音樂大家覺得音樂還要花錢，憑什麼花錢聽音樂啊？然後你說哎呀，那我們也得生活吧，那什麼作家拿個紙就写了，我们這一樂器好幾萬呢，錄音棚好幾百萬呢，那他的樂器廠也沒白送我們樂器。說那我們怎麼生活？說你看你們就是為錢寫音樂，你們就不是藝術家，你們為什麼能要為錢写音樂？你也沒法說了，因為他覺得作家掙錢天經地義啊，作家有排行榜，什麼富豪榜，什麼這那，他覺得音樂家就應該就是没成瞎子阿炳就不錯。所以整個民族從歷史的教育到現今的對音樂的所謂的尊重的程度全都沒有，所以就不要再說它是個什麼文化，它不是，它是傣族的文化，它是維族的文化，它是你們內蒙来的蒙族的文化，因為你們用音樂記錄了好多好多偉大的東西，史詩一般的東西。我們漢人呢進化的太好了，進化毛都沒了，你想嗓子也細了，人家那嗓子各种这茹毛飲血的嗓子，從這麼粗的到 Michael Jackson 那麼細全有，各種各樣類型的嗓子，各種類型的音樂全有。我們已經退化到也沒了，節奏也沒有，所以最終就弄到現在，你說能賴我們嗎？這行業最後都成這樣了。我今天解釋清楚了啊，以後再也別罵我們了，也各位別罵我們這行業不爭氣啊，是我們自己，而且我们還不能叫出我們中國人，因為中國人有能歌善舞的多了去了，沿着整個邊疆。我曾經看着這中國地圖說，這如果要按音樂做一個地圖的話，就是音樂最好的地方顏色最深，歌舞最好的地方越不行的就是顏色越淺。那中國整個沿着邊境線，其實都是被我們轟過去的，被我們轟到那兒去了，全部能歌善舞，全部漂亮極了，樂器彈得也好，而且都有自己的音樂、自己的風格、自己的樂器、自己的舞蹈、自己的服裝都很有特点，然後全部能歌善舞，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啊。但是越往這個中間來，就稍微靠近一點的西北，雖然是漢人，但是還好啊，還好一點。東北雖然也是漢人，但是還好，還算能歌善舞。越往中間，越不行，所以就不能再說給挨罵了。所以呢，不懂音樂並不是什麼大問題，這個不愛音樂也是民族的小節問題。我們的漢民族還是很偉大的，還是地大物博，還是文明古國，有4大發明，還是忠孝禮義廉，所以還是個偉大的民族。好，謝謝大家，今天馬兒游，吃飯吧，烤羊腿。1930年中原大戰，蔣介石危在旦夕。2、3次全軍這加起來兵力比蔣還多，雙方加起來100多萬。前線旗鼓相當，張學良在關外坐山觀虎鬥，
張學良實際上只要一封電報，不用放一槍，說他支持誰，這戰爭就結束了。討價還價，所以張學良開價1500萬，黃河以北歸我，天津海關得歸我。勾心鬥角，張學良當场給槍斃，而且就翻臉了。跟講，這一切其實就是一場收購遊戲。實際上就是蔣對張的一次全面兼併收購。高曉松在美國舊書攤買到597封當年舊電報，一手資料講解軍閥版《宮心計》。話不可以胡說，卻可以小說。按照慣例給大家講個段子，這當然也給你講。這段子叫做一個樂團的吹巴松的人找到了一個新的樂團，然後就去排練。巴松很大，他坐在那個前面，看那譜子，吹到那個地方，譜子上寫着低頭，他就低了一下頭。後來第二天排練又吹到那兒，還寫低頭，又低一下頭。後來第三回排練說：“我幹嘛非要低頭？這什麼譜子？非寫低，我就不低。”結果吹到那地方的時候，他不低頭，後面那長號咣一下砸後腦勺上了，失敗了，沒笑，徹底沒笑。再做一廣告，嗨，怎麼那麼多事兒啊？這個本人3月中旬會出版一本我的小說、劇本、雜文各種文集，叫做《如喪》，就是如喪考妣那個如喪。這個但是人一生會喪很多事兒，就不光是考妣了，所以就如喪什麼就不管了，叫如喪。這個很多字，好幾百頁，說明本人並不是光靠嘴皮子啊，也奋筆疾書，經常。